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位你我都很熟悉，甚至是有点像神话一样的传奇人物——大谷翔平。不过我们今天不只是要赞叹他的成绩，而是要根据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来做一场逆向工程。对，逆向工程。从人物传记、教练访谈，甚至到他家乡机场的设施概要，我们要来拆解出他背后那套说真的精密的、有点吓人的养成系统。没错，这就像在解剖一个极度成功的产品。我们不是只看产品本身多厉害，而是要去看它的设计蓝图、它的生产线，还有它的品管流程。然后你会发现，大谷翔平的成功，与其说是天赋的偶然爆发，不如说是一个结合了地方文化、家庭支持、革命性教育理念，还有极致个人管理的必然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回答3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土壤孕育出这样的怪物？他的高中教练用了什么样颠覆传统的经营学思维？还有那张传说中的9宫格目标表，到底藏了什么能把运气都纳入管理的秘密？对，而且我跟你说，甚至连他家乡一座车站的设计瑕疵，都意外地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好，那故事就从它的根源岩手县花卷市开始说起吧。资料形容这里是北方净土，一个远离尘嚣，可以让人专心致志的地方。这听起来很合理啦，一个安静的环境有助于专注。对，但更有趣的是，你给的资料里有一份是花卷机场的规格书，另一份是关于新花卷站的历史。这2个放在一起看，好像有什么玄机哦。这里的对比非常有意思。你一方面看到花卷机场的资料，上面详列了跑道的长度、停机坪的规格，就是一切都非常务实，按部就班。就是硬体建设。对，是硬实力。但另一方面，更有故事性的是那个新花卷站。这座新干线车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策略性妥协下的产物。妥协怎么说？当年规划新干线路线的时候，为了避开市区那个复杂的土地增收问题，路线就选择大幅绕道。绕路盖。对，而且因为预算限制，车站的结构盖得非常简甚至没有盖那种可以让高速列车直接呼啸通过的通过线。所以结果就是这一站减速通过。这听起来像个设计缺陷呢，但你刚刚说这反而创造了某种独特的体验。对，这个缺陷意外地让乘客能在月台上用极近的距离去感受到那个损耗列车以慢速通过时那种巨大的压迫感跟震撼力。哇，这反而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景。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体现了一种在限制中寻找最佳解的务实精神，一种不完美但具备策略意义的成功。没错，这种韧性恰好就呼应了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他高中教练那种不讲空话、极度务实的教育哲学。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环境的基调。那在这个基调之上，最稳固的地基肯定就是家庭了。绝对是。资料里有一段描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父亲从他小学2年级就开始教他打球。因为平日要上课，只有周末能打，所以他总是满心期待周末的到来。光是这种期待感本身就是最强大的驱动燃料了。对啊，这让练球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种奖励。没错。而最让人动容的细节是，他的妈妈加代子和姐姐结香会为他们父子准备便当，到球场加油。资料里那句不缺席任何一场小儿子的球赛，这句话真的很关键。这不是偶一为之的鼓励耶，是长年累月风雨无阻的陪伴。这就是整个系统的基石。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心理安全网，就是说你知道不管你表现好坏，家人永远会带着便当在场边支持你。一个人是很难去拥抱接下来那套极度严苛甚至有点激进的训练系统的。了解。这种无条件的支持给了他去冒险去挑战极限的底气。当你知道自己有最稳固的后盾，你才敢去追求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所以有了能让人专注的环境和一个提供无条件支持的家庭，但光这样还不足以打造出一个超级巨星。真正的催化剂似乎就是他高中时遇到的教练，花卷东高等学校的佐沙启洋。对，这个人根据资料来看，根本就是日本高中棒球界的革命家。他完全是。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质疑所有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传统。像是例如，他质疑为什么棒球队员一定要理光头，为什么一定要进行那些跑到让人想吐的长跑训练。他唾弃那些空泛的精神论，认为那只是指导无方的借口。他的核心方法论，资料上称之为出口战略。这听起来很像气管硕士的术语，不太像棒球教练会说的话。因为这套方法论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从棒球界学来的。哦，他自己坦诚，我的人才培育方法从经营管理学到的比从棒球学到的还多。真的假的？资料里提到一个关键故事，他年轻时曾被一位恩师提点，那句话是日文 K-A-O Manabe， 就是叫他去学经营管理吧。哇，这句话彻底改变了他，所以他把培养选手当成一个专案在管理，先极度清晰地定义最终要产出的产品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出口。然后才反向推导，设计出所有必要的流程和训练体系。这听起来很棒，理论上很完美，就像在规划一条生产线。但我们谈论的是10几岁的青少年耶。我无法想象每个高中生都会喜欢被当成一个企业专案来管理。问到重点了，他们有过抗拒吗？它的高明之处啊，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把一套管理流程套在学生身上，那是它让学生自己成为这个专案的经理。资料里提到，他会发下一种问答式的表格，上面没有指令，只有问题。问题像是什么样的问题？例如，你全国最强的对手是谁？你觉得他为什么强？如果要战胜他，你需要加强哪些能力？具体要怎么做？哇，所以他不是给答案，而是透过提问，引导学生自己找出答案。这是在培养他们的自主思考能力。完全正确。这让学生从被动的被管理者转变为主动的目标设定者。当那个目标是你自己写下来的，那个执行的动力就完全不同了。我懂了。这种长远的系统性的规划，也完美体现在他对大谷二刀流的培养上。对，资料有提到，佐萨基刚都一开始是让他担任外野手，这在当时应该跌破很多人眼睛吧？一个拥有那种球速的天才，居然不是马上站上投手球。这就是出口战 Lager 的远见。佐基看的不是眼前这场比赛的输赢，而是大谷未来10年甚至15年的职业生涯。看得好远。他知道高中生的身体还在发育，过早过度的使用投手的手臂是扼杀天才最快的方法，所以他先让大谷去守外野，全面性的锻炼体能、跑动和比赛的感觉。先打好地基，再盖高楼，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有了专注的环境、稳固的家庭，还有一个像专案经理一样思考的教练。现在终于来到选手自身的执行工具了，那张非常有名的曼陀罗计划表，也就是9宫格目标达成法。对，这张表可以说是大谷将教练的哲学内化并且具象化的终极工具。它的结构很简单，正中央是你的核心大目标，围绕着它的8个格子是达成这个目标所需要的8个关键要素，然后再把这8个要素分别拉出来，当做新的9宫格的中心，再往下展开成64个具体的行动方案。没错，64个可以立即执行的行动。我们来看看大谷高中时写的那张表，他的核心目标写得非常明确，而且野心勃勃，成为8个球团第一指名的新人。8个球团围绕他的8个要素，除了控球、球速160公里、体格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还包含了心智、品性，然后就是最让我困惑的一项。我知道你要说哪个。运气。是的，运气。等一下，我们暂停一下。控球可以练，球速可以练，体格可以练，但运气这要怎么练？这听起来完全不合逻辑啊，像是把一个玄学项目写进了科学训练手册里。对，你要怎么安排课表来练习变得更幸运？这就是整个系统最天才、最精妙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的反应，但你仔细看，他为了运气这个格子再往下展开的那8个具体行动，你就会恍然大悟。我看看，这里写着捡垃圾、打扫房间、
对裁判的态度、读书、成为受大家支持的人、带着感恩心比赛等等，这跟运气有什么直接关系？关系太大了。大谷在这里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他将一个看似最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也就是运气，完全转化成一系列100%可控的内在品行与日常习惯。他重新定义了运气。运气不是你在路上等着被雷打到，而是你透过日常微小的正确的行动，一点一点打造出来的。我好像有点懂了，这更像是一种吸引力法则的实际操作版。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当你持续的捡垃圾，你其实是在对自己，也对周围的人释放一个讯号：我是一个注重细节、尊重环境、谦虚的人。当这种印象累积起来，自然就会吸引来更多的善意和机会。完全正确。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自我实现预言。他把品格修养、人际关系管理当成跟提升球速一样，是可以被拆解、被训练、被量化的技术。把品格当技术来练呢？对啊，你对裁判态度好，在关键时刻，好球带的边缘球可能就对你有利一点，都对。你常常打扫房间，你的心绪就会更稳定、更专注。你成为一个受大家支持的人，当你陷入低潮时，得到的鼓励和资源就会更多。这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在增加好运降临的几率。看着这张表，再回想我自己的新年新希望清单，突然觉得很惭愧。哈哈，我的清单上可能只写着运动，但它会把运动拆解成64个步骤，从饮食、睡眠、心态到具体的训练项目，这种精细度几乎有点吓人。资料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数据，说把目标手写下来，那个研究能将实现的可能性提高42%。是的，手写这个动作本身会加深目标在脑中的印象，而每天看着这张表，更像是一种持续的自我催眠，把这些信念植入潜意识，直到它们成为你呼吸一样自然的习惯。所以，当我们把这一切串联起来，从花卷式那种务实能让人专注的环境，到佐萨萨基监督那套像在管理企业专案的革命性教育法，对，最后到大谷自己用曼杜罗计划表，把成为第一指名这种宏伟的愿想落实到捡垃圾这样谦卑的日常行动中。这不是单点的成功，而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加成的完整系统。是的，而且这套系统最值得你我借鉴的是它的普适性。你可能不是运动员，但无论你在哪个领域，佐佐木监督的出口战略，也就是先定义最终目标，再反推执行步骤的逆向思考，以及曼陀罗计划表这种将大目标拆解成微小行动的方法，都非常实用。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伟大的成就，最终都必须建立在无数个具体、可量化，甚至有点枯燥的基础行动之上。我们今天从一个车展的设计聊到一张9宫格，真的像拼图一样，拼出了成功背后那张精密的地图。在我们结束之前，资料中有2个点，我觉得特别值得你带回去思考哦。第一，佐佐木监督坚信目标设定的能力是小学就应该教的最重要技能。从小就要教哎。第二，资料中也对比了日本教育，传统上比较偏向检点主义，也就是专门挑错，而美国教育则比较偏向加点主义，专注于赞美和强化学生的优点。这就为你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你要为自己或是为下一代设计一套成长系统，你会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如何既保有传统经历的要求，又能融入这种更强调自主、专注于放大优势的现代方法？更重要的是，听完今天这一切，你会如何重新定义，并开始动手打造属于你自己的运气呢？